恭喜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，娘娘已经有了1个半月的身孕。真的？是，娘娘确实是喜脉。哦，太好了，赏！太子也很激动，这是他第1个孩子呢。东宫因为有了好消息，太子大手一挥，给了东宫的工人们多赏了2个月的月钱。太子妃有孕的消息也一下子就传遍了后宫。此时的东宫也是非常的热闹。太子现在笑呵呵地看着大小老婆们。太子自从大婚以后，除了同时娶的1个太子妃、2个太子良娣之外，现在还有了梁元2人、程辉4人、昭训4人、凤仪3人。如今太子妃有了身孕，东宫的事务就交给司良娣和正良娣，刘良元帮着打下手。司妙兰紧紧地攥着手中的帕子，她看着太子妃的肚子也是暗恨不已。她没想到太子妃的肚子会这么争气，竟然怀孕了。司妙兰轻轻地捶了一下肚子，都是她不争气。刚成亲那会儿，太子明明去她房里的次数是最多的。司妙兰陷入自己的情绪里，没有立即答复。臣妾定然不负太子的期待。臣妾谨遵太子吩咐，定会好好辅佐郑姐姐和司姐姐。只有司妙兰没有回复，她此时正看着小福宝和花花3人。司妙兰看到小福宝，眼中闪现不喜。她发现自从是沈妃搬到了她娘家的隔壁，她的好日子就没了。她会失去了太子妃的位置，这都是沈妃害的。她对沈妃的这份恨意，让司妙兰转移到了3个小娃娃身上。沈妃那么个声名狼藉的女人，凭什么命这么好？现在不仅是荣王妃了，竟然还有3个可爱的孩子。如果她的孩子都死了，沈妃应该很伤心吧？妙兰，你在想什么？太子看到司妙兰一直没反应，反而是直勾勾地看着小福宝3人，皱起眉头。司良娣的身体不适，东宫的事务就不劳烦她了，邓良元补上。司妙兰一下子回过神来，什么？东宫的掌家权？太子哥哥，我身体没事。太子听到司妙兰的称呼后皱了一下眉头。私底下只有他们2人的时候，太子觉得还不错，也挺甜蜜的。现在当着太子妃和其他女人面前这么喊，太子觉得很尴尬。就这么定了，司良娣好好养身体。司妙兰吃瘪，太子妃就高兴了。这时候有宫人禀报，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驾到。孙儿见过皇祖母，儿臣拜见母后。参见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。妃嫔们开始给太后和皇后见礼，呼呼啦啦跪下一大片。皇太后年纪大了，落座之后见到这么多人也是头疼。太子，让他们都下去吧。太子对着自己的妃嫔们挥了挥手，然后众人就行礼离开了。小福宝等人都走了之后扇了扇，他有些后悔没有带着妹妹先走，要不然去勤政殿找皇上也是不错的，总比在这里闷着强。人都走了，太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床榻上的小福宝。这3个都是荣亲王家的孩子吧？是的，皇祖母。荣王妃还真会生啊，双胞胎的小郡主竟然可以一个像父亲，一个像母亲。还是福宝弟弟见我闻不了鱼汤，才怀疑我是怀孕了呢。哦，是小福宝发现的。这孩子这么小，懂得不少啊。小福宝皱着眉头看着皇太后。太子，把小福宝给哀家抱过来，哀家仔细看看。这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，哀家还看过他呢，和你皇爷爷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你皇爷爷回来了呢。不过这也不可能，你皇爷爷一定是在地下陪着他那些妃子呢。也不知道我下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还记不记得我。不过哀家也不着急去见他，哀家觉得身体越来越好，不会像那个老家伙那样早死。小福宝瞪了一眼皇太后。皇太后人老了就喜欢回忆往事，现在见到太子站着不动，催促道：快点抱过来我看看。小福宝非常排斥，向后挪动了一下小屁股。
太子走到小福宝跟前，刚想伸手，就对上了小福宝的视线。小福宝死亡凝视着太子，太子尴尬了，这到底是抱还是不抱啊？福宝弟弟非常排斥祖母呢。快点！皇太后也生气了，她觉得今日的太子慢吞吞的。太子斟酌了一番，还是弯腰把小福宝抱了起来，往太后这边走去。小福宝眯缝着双眼，恶狠狠地看着太子。突然，他伸出小胖手，死死地搂住太子的脖子，小脚也直接勾住太子的腰。不去，我不去。皇祖母，小福宝认生，他好久没见到你了，都把你忘了。皇太后可不管小福宝愿不愿意，放下来吧。由于小福宝抱得太紧了，太子很难把小福宝放下来。不要，我不要。皇太后见到小福宝这么不给面子，也歇了逗孩子的乐趣。她伸出手拍了一下小福宝的屁股。你这小子不识好歹，我可是你皇祖母。小福宝更不高兴了。回家，我要回家。皇祖母，小福宝进宫时间不短了，孙儿就送他回去吧。皇太后被小福宝扫了面子，也不想待了。好，太子妃，这胎你要好好的养着，不要太劳累了。皇太后叮嘱几句，就带着宫人回了慈宁宫。皇后把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，她觉得太子对小福宝也是太纵容了。太子，容世子年纪小还不懂事，顽劣一些也不打紧，但是再大一些，你就不能这么娇惯他了。母后，福宝弟弟很懂事的。皇后见到太子再次因为小福宝的事和自己顶嘴，心里有些不喜。她看着小福宝的眼神也没有最开始的温和了。太子妃有孕的消息也没有压过唐国公府众人砍头的消息。毕竟当初和唐国公一起造反的官员也不少，虽然他们或是被假的唐国公骗了，但做了就是做了，是没办法洗白的。唐之义一早就去了刑场，他现在还是觉得不真实，皇家真的放过他了，整个唐家人就放了他和祖母2人，其他的人都要杀头的。唐之义带着食盒给唐夫人陆如莹和唐之轩2人。此时唐夫人和唐之轩2人都是穿着白色的囚服，脸上脏污，看到唐之义的时候非常激动。老儿，你快救救哥哥！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，回去！母亲，大哥，我来看看你。老儿，我听说老三成了荣亲王，你去帮我求求情，让他放过我吧。哎，大哥，我曾经就劝过你不要对老三出手，老三是抢不了你的位子的，可是你还是出手了，这事儿皇上已经查出来了。老二，那你帮我说说，我真的是鬼迷了心窍，我真的没想害死老三的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罢了。再说，这老三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义儿，你大哥真的不能求情吗？唐之义看着唐夫人。母亲，你觉得老三不恨大哥和你吗？唐夫人沉默了。是我妄想了。母亲，大哥，你们吃一点吧。唐之义把饭喂到了唐夫人的嘴边，唐夫人吃了几口，唐之轩则是不吃，一直在求唐之义救他。到了唐之锦这里，唐之锦眼睛含泪。二哥，我为什么要死？我什么都没干呀！唐之锦的事情，唐之义还真问过，他早就有猜测，后来也得到了证实。老四，我和大哥不是唐国公的孩子，而你是他亲生的，所以你是没办法赦免的。唐之义不想母亲他们到死都不清楚原因。什么？老二，你说你父亲是假的？唐国公这些年不近唐夫人的身，只是睡那些新买来的小妾。唐夫人早年也有怀疑，但是又想不出来原因，现在终于是明白了。假的？我早就应该猜到的，你爹不会这么对我，不会这么绝情。没想到还真是这样。老二，你说谎，那人和父亲那么像，怎么能不是父亲？不是，他不是，我身上的伤痕都是那人让人打的。大哥，
他真的不是父亲，父亲恐怕早就遭遇他的毒手了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像父亲，祖母说祖父在外面还有个孩子，我猜就是他了。唐夫人听到真的丈夫已经死了，面对砍头的事竟然更坦然了。玉儿，你能活着就好好的活，不喜欢京城就离开吧。今天的天气也是灰蒙蒙的，好像是为了送这些犯人最后一程的。见过王妃。宋太医不必多礼，我和宋燕是朋友呢。宋太医是来给唐志忠接骨的，他这几天看到唐志忠的恢复情况也是吃惊，但是他本来就见识过沈妃药剂的效果，毕竟他媳妇又怀孕了。没错，宋夫人都到了当祖母的年纪，去年生了一个还不够，今年又怀孕了。宋太医觉得他们夫妻俩要是不避孕，到了50岁估计还能生。宋太医，把这个药给他喝。宋太医拿着药剂就给唐志忠灌了下去。唐志忠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了，甚至还主动配合张开嘴，不让药水洒了。之前喝蓝色的药剂他是反抗来着，可是他的反抗太微弱了，他就是案板上的鱼肉。但喝了药之后，他亲自感受到了那药的神奇，他能感受身体的好转，至少从前毫无所觉的双腿已经有了痛感，他的腿神经在恢复。唐志忠早年也是练武之人，自然知道这代表什么。沈妃看唐志忠这么配合也非常满意，她喜欢识时务的人。好了，这里就有劳宋太医了。你爹也没去上职，这是干什么去了？小福宝也好奇呢，唐志玲这2天有点神秘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。走，咱们去书房看看有没有人。好的，娘。自从昨日在皇宫里见到不想见的人之后，小福宝最近都不想去皇宫里了。他在家玩不香吗？干嘛非要去宫里见那老太婆？仔仔，以后不准把妹妹们随意的往宫里带，明白吗？皇宫里的人也不全是好人，别看皇上和太子对你还不错，你就掉以轻心。后宫的女人心里毒得很，她们面上对你笑盈盈的，没准下一刻就能捅你两刀。我知道啦。知道就好。我听说宫里残酷得很呢，不是啥好地方。哎呀，总之听说宫里下毒呀、换孩子呀、滑胎呀都常见得很，咱们可不能去趟这趟浑水。沈妃尽量说的严重一些，让小福宝长点心眼儿。可是沈妃不知道，她像是说故事一样的事，上辈子的楚成燕是亲身经历过的。他一个没有母妃庇佑的小皇子，在后宫生活何其艰难，加上他父皇也不宠他，他小的时候过得还没有小太监好呢。娘亲，我想你抱抱我。沈妃看着圆嘟嘟的大胖儿子，弯腰抱着小福宝，然后尴尬了。仔仔，你好重啊！沈妃的身高还不到1.6米，身子又瘦小，小福宝又胖，所以还真没有以前好抱了。沈妃适应了一会儿，终于抱着小福宝往前走去。仔仔，你真是大孩子了。从前你小小一只，我就把你放在胸前，你坐在腰背上，咱们还去皇宫吃席了呢。是吗？我都不记得了呢。你那时候还小，怎么会记得啊？沈妃这边哄着大儿子玩，两人亲密的不得了。出来放风的花花和小叶子两人都被奶娘抱着。花花看到还和沈妃撒娇的小福宝，又迷惑了。这个哥哥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他？在宫里的时候是个小大人，还可以条理清晰的和太子要东西，现在又像个没断奶的小孩子。难道这个哥哥有精神分裂，有2种人格不成？沈妃和小福宝来到唐志玲的书房，就听到了武阳的禀报。王爷，我们发现那日的武姬有问题，武丹跟踪过的背后指使的人，发现那人的主子是左安怀。又是左安怀？是，武丹这几日都在盯着左大人。那有什么收获？是。武阳一把拉开房门，就看到了沈妃和小福宝。见过王妃，见过世子。沈妃已经快步走了进来，她
把小福宝送到唐之灵的怀里，然后开始甩手臂。唉，儿子太重了，真是吃不消啊。有什么收获？我也想听听。沈飞已经知道唐之灵去了青楼，说实话，沈飞也想去看看，长长见识呢，看看现在的青楼和电视剧中演的是不是一样的。武丹发现左大人一切正常，没有异样。你要抓左尚书的痛脚，就不能只盯着他呀。他好不容易爬上了3品大员，自然非常爱护羽毛了。而且他那么大的官，手底下投靠他的人自然不少。你们要找他的把柄，最好的突破点就是那些看似不起眼但又需要办事的人。左安怀有事要办，自然是要安排别人去做的，光盯着他有什么用？王妃说的是，属下这就找人去查。可以去找刘三全帮忙。福宝斋的蔬菜卖得好，和京城的府中管事都熟悉，从管事和婆子下手会容易得多。对啊，从小人物下手，没准啊能捅了左安怀的乌龟壳呢。小福宝也是赞赏地看了沈飞一眼，他娘亲在关键时刻从不失手，他也是着了相了，总盯着上面的大人物了。翌日，沈飞和唐之灵起来之后就搬家了。昨日大件的东西，奴仆已经送到了新王府。马车上，小叶子也是活泼得很，乐呵呵地说着婴儿语。花花则是好奇地打量街道，车帘子必须要撩起来，否则这小丫头也是会生气的。本来以为你是个傻的，现在看着不像。娘亲，花花特别聪明，比小叶子聪明。小福宝通过观察之后，他发现也要防着点这个妹妹，否则在她面前就要暴露了。那太好了，我本来就担心你妹妹们出生在野外，没有照顾好她们，让她们智力有缺陷呢。小福宝想到沈飞受的苦，就觉得那么容易处死唐国公真是太便宜他了。很快就到了荣王府，唐之灵扶着沈飞下车，奶娘过来接2个小姐，小福宝站在沈飞和唐之灵身边，几人看着门前荣亲王府4个大字。我终于成王妃了。虽然家里下人已经喊了王妃喊了好久了，但是沈飞一直住在那小宅子里，感觉和侯夫人的时候差别不大，就是变了一个称呼罢了。现在看到那气派的王府大门，沈飞觉得这一刻他的身份变了。唐之灵再次看到豪华的荣王府，也还是震惊的。他到现在还记得单州王当初看他王府时那震惊的模样。小福宝看着2人不动，率先的走上前。走吧，都到家了。仔仔，你住哪里？带娘去看看。走，这边，我的院子在西边。等看到小福宝的宅院和住所，唐之灵震惊的说不出话了。这比他在前院的书房气派多了，这哪里是小孩住的？沈飞，小福宝这里怎么比我这个老爹那边还豪华？我看王府的西面都是这小子的地盘。还有这处书房好像皇上的勤政殿的布置啊，家里的钱都花在这儿了。奢侈，太奢侈了。唐之灵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唐之灵一副你猜我信不信的眼神控诉沈飞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人，而且我忘了说了，我空间里的钱1分都没往外拿。什么？没花家里的钱？哦，我回来之后没有人管我要钱，我就没有拿。那家里这几个月的花销，还有王府修缮的钱是哪里来的？看看这屏风和我的房间是不是很配？还有这个书桌，等我长大一点就可以在这边写字。仔仔，徐慧可以自己变出钱来吗？小福宝摇头。那家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都是皇上给的。此时勤政殿，皇上，荣王府的账单又送上来了。皇上放下笔，无奈地摇了一下头，然后才打开，然后就发现那叠好的纸哗啦啦地掉得老长。冯宝非常尴尬，看到皇上吃惊的表情也是好笑。皇上认识上面的字迹，都是徐汇的字。这上面列的除了要找他报销的银两，竟然还有愿望清单，大到需要的珍贵摆件，小到需要给妹妹们的小玩具，全都列得清清楚楚。把这份单子给御用监送去，还有这些个新奇的小玩具，给工部的匠人研究一下，法子都在上面，让他们尽快做出来。还有小福宝要的那2个御厨也送过去，他们搬了新王府就可以用上了。还有派一个太医，以后常驻荣亲王府。是皇上。
坤宁宫。娘娘查到了。哦，那东西到了谁的宫里？皇后知道皇上去年得到了一颗半人高的红色珊瑚，后宫里的妃子们都很眼馋，皇后心里也很惦记。但最近发现那个珊瑚没了，皇后就立即派人查看，看看皇上是赏赐给了哪个妃子。皇后是后宫之主，小恩宠她不管，但是风头太过可就不行了。娘娘，红珊瑚没有赏赐给后宫的嫔妃，听说是容世子喜欢，被抬进了荣王府。又是荣王府。皇后非常生气，她觉得皇上就是魔怔了。要不是荣王妃的样貌普通，也就是个小家碧玉的容貌，而皇上偏爱容貌艳丽的女子，她都要怀疑皇上是对荣王妃起了歪心思。娘娘，奴婢还听说了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全都说了。娘娘，奴婢刚得到消息，荣王府的开销都是走的御用间。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奴婢听说荣王府的窗户都是用的玻璃呢，都是皇庄那边新研制出来的。屋子里安装了玻璃，屋子就会非常敞亮。要是咱们坤宁也用上玻璃，想必会更气派。皇后阴沉着一张脸，谁都看得出来她生气了。徐嬷嬷深深地看了一眼大宫女翠萍，开口缓和道：娘娘，荣亲王的特殊，娘娘也是知道的，皇上恐怕就是为了补偿她吧。翠萍听到徐嬷嬷开口，就不再言语。你先下去吧，